又有一位观众跟随我们的 AI 策略，把土狗亏的钱赚了回来。AI 策略真的很好用，它会超级人性化的告诉你现在进场合不合适。如果你要进场，入场的点位它又拿捏得很准。如果想要更为详细的短期开单策略，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到 Telegram 群组，这是我们基于 DeepSeek V3 最新数据开发的专业加密货币 AI 模型，投入了大量时间成本，旨在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目前频道的话免费开放，后续进入需要进行付费。具体使用的方式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昨天还在担心加密货币是不是要跌下悬崖，就在昨晚，剧情出现了一个小反转，大家都觉得加密货币行情又要大跌的时候呢，比特币奇迹般的站稳在9万关口。为什么没有跌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将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我们先从技术面为大家分析比特币的行情这是比特币的日线图。其实在之前这一阶段，就是价格跌到80500的这个位置，我们就有讲过，它大概率会走一段日线上的调整。那这段日线上的调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日线出现了 MACD 的背离。那这个背离的话，已经接近了近几年来的新低，也就是将近负的6000点，跌破了前方。如果前方按照上一轮的牛市来说的话，那么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日线上来说的话 ，MACD 背离值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见底，也就是底部那这一段日线上面的见底调整，我们就可以看到 MACD 其实有在往上走。那目前的话已经上穿了零轴，其实价格反弹力度的话不是特别大。那上穿了零轴，也就意味着这一段日线调整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然后目前在日线上出现了高位的死叉的开口，所以我认为这一段基本上是调整结束，会类似于过去这一段。如果去做一下对比的话，那么是在这一阶段，这样一个零轴上方的死叉开口是新的空头趋势的开启。后续还会有更大的下浮空间，所以目前呢多头不是特别好做。我们回归到1小时级别的 K 线上，昨天呢走了一个新低前方低点形成跌破，随后呢跌破之后有收回，那距离目前比特币价格来说有3000点的一个反弹，但是这一段反弹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目前是9万这个位置它是不断的在进行测试这个压力位然后它跟过去的这个下跌的阶段又不太一样。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是延续了一段空头趋势的下跌，它并没有针对这一个低点做出相对应的收回，就跌破再收回。这一段相较于这一段出现了一个需求在增强的表现，但是在这里需求增强能不能推动后续价格的上涨，这是一个问题。即便是能够持续推动的话，那如果说这一段需求增强，它能够如果持续推动反弹的极限，那我认为它也不会改变这个结构，整体结构的话依然会转空。即便大概率回撤的话，也需要去测试一下前方9万4的这个位置，也是目前比特币的极限位置。那因为这个低点我们看到在过去呢，它是一个有效阻力，在阻力突破之后呢，形成了一次回踩，但这次回踩之后呢，支撑没有给到反应，随后形成下破。下破过后的话，就是日线上的一个回调，这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比较合情合理我们频道当中 AI 策略给到的方向也是谨慎，就不建议主动开单市场仍然处在低波动收敛的状态，盈亏比比较低，还是要耐心等待，等市场给出我们这样一个方向讲完了技术面的指标，我们再来说一下基本面的信息在昨天经历过一波下跌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了反弹的迹象。那这个反弹的迹象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呢？市场上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吗？上周末特朗普威胁对于反对他购买格陵兰岛的欧洲加征关税，结果掀起了全球金融市场风暴，币圈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结果昨天晚上的消息，川普又改口了。他在达沃斯跟北约秘书长见面之后呢，宣布双方已经就格陵兰岛以及北极地区达成了未来协议框架。虽然这个协议的细节还是最高机密但是有2个重点直接引爆了市场的情绪，让华尔街的精英松了一口气。第一，特朗普承诺他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去夺取格陵兰岛，这直接消除了地缘政治爆发日战的恐慌。第二点比较关键川普宣布就暂停对2月1日生效欧洲国家加征关税的计划。这意味着对传统金融来说，原本大家担心的全球贸易战风险降低了，对币圈来说意味着流动性危机暂时解除，风险偏好瞬间提振上来。所以我们才看到昨天晚上加密货币市场阻止了进一步走弱的趋势，并且开始企稳反弹。但即便如此，总体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暖，对于加密货币走势有利这一点确实没错，但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就在过去这一周，对于币圈来说真的是信息遭遇重挫的一周。目前恐惧跟贪婪的指数是21的话已经非常接近极度恐慌，在短短1周前的话，这个指数高达62，就是贪婪区间。
很多观众会说，我并没有看到62的恐慌贪婪指数啊，这是在1月15日的那一天啊，然后飙升至62。所以呢，我们整个市场的情绪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一句话就快速恢复。那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是什么尿性，就是他是先嘴巴说，然后再手去做，就是要先说制造恐慌，然后再具体呢做不做呢，也要取决于他就是心思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但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再来看资金面，这也是比较担心的部分。目前盘面上最大的隐忧就是现货比特币 ETF， 也就是贝莱德、富达那些机构大钱，他们的动向的话，已经连续3天就持续净流出哦。流出的话，总计是13.5亿美元。13.5亿的话，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可是真金白银，说明在过去几天的大跌当中，华尔街机构 ETF 的投资者们是在撤退，是在避险的。他们可能在做年底的资产配置调整。或者就可能单纯的怕跌怕了，然后触发了风控机制，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局面。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好消息啊。那最近的话有发现，100颗比特币以上持有的，那它是有在明显的增加趋势的。那我们在链上分析的时候呢，会经常把100到1000美持有比特币的钱包称之为就鲨鱼地址。那这些人的话，通常不是小白散户，也不可能是就是顶级的金鱼了，因为他们没有操纵市场的嫌疑。鲨鱼的话，往往都是高净值人士或者是专业的资深交易员。那即便也有可能是中小型的敏锐机构啊，所以他们对于市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他们是市场的中坚力量。数据显示的话，这群鲨鱼正在以2013年最快的速度在增持比特币。你没有听错，是2013年以来最快的这个速度在增持这个比特币。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大家在因为价格下跌而恐慌抛售的时候呢 ，ETF 也都在净流出的时候，这群鲨鱼却在疯狂张开大口，然后在吸筹了。可能在他们的眼中啊，现在的回调不是灾难，而是千载难逢的打折季啊。他们看的更像是长期的价值，认为现在价格对于未来的潜力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他们可能经历了很多轮的牛熊转换。最后再啰嗦几句啊，现在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高波动不稳定的状态。那虽然有很多利好的消息和利空的消息，但如果你是做合约的朋友，请一定要控制好杠杆，设置好止盈止损，千万不要觉得稳了就梭哈。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的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啊，互动啊，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